在推迟了1年又1年之后啊 ，Minecraft 的大电影终于是要上映了。就在半个月前，有个神秘人来告诉我 ，MC 大电影就快上映了，能不能做一期关于 MC 电影的视频？我二话没说就接受了。然后我有点头疼，因为我就一个臭路地图实况的 UP 主，我想破头都不知道弄什么题材来强行关联电影的内容。截止到我写完文案，网上流传的也只有电影的预告片和宣传片。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张地图吸引了我的注意，是一个外国大佬还原了预告片场景的地图。于是我便进入了这个能让你的想象都能成真的仙境。一切你的想象之物都可以由方块组成。我望着这个壮观的风景，开始思考电影画面和游戏画面的区别是什么。电影有绚丽的光影、生动的动画和细节的材质贴图，和这头粉红羊。于是我想到一个题材，那就是收集 MC 社区内优质的美化资源，例如材质包、模组和光影包，让玩家在不失去原版 MC 的游戏体验的情况下，还能在游戏中更有沉浸感和代入感。那么，是否可以让游戏的画面媲美大电影呢？虽然肯定是比不上电影内千万级渲染的视觉效果了，但我们可以尽量的去靠近它。所以说干就干，因为这个地图是基于 Minecraft 的 1.20.4 版本建造的，所以我们这次以 1.20.4 版本为平台，加上 Fabric 0.16.10、Sodium 优化模组全家桶和 Iris 光影模组，我们来一起慢慢还原一个活灵活现的 Minecraft 世界。先提醒一下啊，并不是我提到的所有资源都需要安装，大家酌情下载使用，适合自己和自己的电脑才是最好的。那么我们开始。先来讲重头戏，遥远地平线 Distant Horizons 这个革命性的模组可以让你在保持一个稳定帧数的同时，带来超远的视觉，让电影里面看似离谱的超远视觉和壮观场景在游戏里实现不再是一个梦。比如我现在的实际视距开的是12个区块，但是我能看见128个区块，即使开着光影都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帧数。随便打开一个建筑群地图，这下就可以随便看壮观的远距离场景了。在现实中，我们的手不会就这么一直举着，对不？手会酸的。那么 First Person Model 这个模组可以让你在第一人称的视角下启用第三人称模型，以便玩家可以从史蒂夫的真实视角来体验游戏。低下头可以看到自己的身体和手持的物品，不用怕手中的物品挡视野，且更加有沉浸感。有了更好的第一人称，再加上 Auto HUD 模组自动隐藏下方的物品栏，这下就真的感觉整个人跟主角团一样跳进游戏里了。然后用鼠标拱人切换一下物品，你的物品栏就又回来了。每当你接近方块的实体或者拉弓瞄准，半透明的准星也是会自动弹入弹出，不用怕瞄不准。话又说回来，如果你偏好第三人称视角进行游玩，那你可以试试 Shoulder Surfing Reloaded， 让你的头不会挡住准星，如同在玩一个3A 大作一样。点按方向键可以微调摄像机的位置，找一个自己舒服的角度来玩。还可以在行走时按住左 Alt 键进行自由视角观察周围。然后如果你的视野被遮挡，你的模型会变成半透明状态，这样就不用担心你看不见你的脸前面是什么了。下一个是 Not Enough Animations， 这个模组可以弥补你的第三人称动画，比如吃饭、喝水、划船、看地图、爬梯子。它让第三人称的玩家模型有更多的动作，不会直直的处在原地，这个同样可以增加沉浸感。电影里的每个角色都有故事，就和跟我们一起探索 MC 世界的朋友们一样，可是我们的队友却好像被施了定身咒似的，也是直直处着不动。那么是时候揭开他们神秘的面纱了。 What are they up to？ 这个模组可以显示玩家站着不动的时候是在干嘛。比如这个玩家在游戏菜单挂机，那他的面前就是一个游戏菜单，它可以显示玩家的打字动画，打字越快，手动的速度就越快。或者当玩家使用箱子、工作台等东西，玩家面前显示的是背包的界面。然后当玩家站在原地不动5分钟，他们就会表演站着睡觉的行为艺术。虽然大电影我猜是没有这些游戏界面的，但如果你想为多人游戏添加乐趣，可以试试看加这个模组。接下来有3个模组是有关于世界生成的，我们先来创建一个新世界，它们分别是 Lithosphere、Terralith 和 Tectonic。只要掌握了它们，你就掌握了顶级世界的构建。它们可以让生成出来的世界更具电影感、更真实，也更细致。它们可以模拟现实的地质构造，例如平缓的海岸线、更平整的地形和陡峭的悬崖，还添加了超过95个全新的生物群落和新的地形。它们还改变了山的塑造方式，甚至还可以产生歪轴超过300的山峰。有了它们，就可以像在电影里面那种宏大壮观的世界里面进行生存和创造啦。配合 Distant Horizon 遥远地平线，它的枪体预生成区块效果更佳。
当电影的镜头可以肆意横扫大陆时，我们的游戏世界却困在了区块加载的枷锁里面。看着地平线，也只能显示你走过的区块，你没有去过的地方只是一片空白，或者就是随机生成了一些假世界。而 Chunky 就可以解决这个割裂感，只需要待在原地就能生成周围的世界，你就不用去辛苦的跑图。输入斜杠 Chunky Center， 将探索的圆心定在自己的脚下。输入 Chunky Radius， 设置创世的范围，比如说我们设置半径为500区块，然后打上 Chunky Start， 就可以见证世界的诞生过程。屏幕上方会有一个进度条，进度条跑得快还是慢，就取决于你的电脑性能了。只要半径设置的不是很大，一般都只需要一杯咖啡的时间。如果你还想追求更进一步的沉浸感，那么声音也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这时候就可以介绍 Sound Physics Remastered，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比如说你处在一个空旷的洞穴，这时呢，你再搭配 Simple Voice Chat 和朋友处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时，语音也可以跟着有混响。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OK， 以上就是关于模组的内容了。先别走开，还有材质包和光影没讲呢。在介绍材质包之前，我们还需要安装以下的模组，分别是 EMF 和 ETF。说人话就是它们可以让自定义的实体模型和实体材质来兼容更高版本的 MC。当 Optifine 逐渐退出高版本舞台，这对组合将会成为我们重现电影级动态效果的核心引擎。装好这些，我们就进入材质包部分吧。第一 ，Fresh Animations 作为 CurseForge 平台材质包下载量第一的常青树，它焕发了生物的动态美学，可以让游戏内本来直挺挺走路的生物添加更有生命力的动画。当电影里面的狼会甩头、眨眼、摇尾巴，蜜蜂振翅飞翔时，我们的原版生物还在上演机器人模仿秀。不过装上 Fresh Animations 之后，它们就都配上了生动的动画。虽然贴图并没有电影那么写实，起码这个材质包依旧可以让游戏世界焕发生机。既然这个世界的生物们都生动起来了，再看看电影里面穿越进游戏的主角们，我们玩家总不能还直挺挺的吧？隆重介绍 Fresh Moves， 拥有它，你就会获得行走时可爱的蹦蹦跳跳，潜行时屈膝的老六姿态，疾跑时符合力学的摆臂幅度。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愿意花些时间编辑一下你的皮肤文件，你还可以让你的眼睛也跟着变得栩栩如生，上下左右看都有相应的瞳孔变化。编辑皮肤眼睛的教程就在材质包的 Wiki 里面，有1×1、1×2、2×1、2×2等多种大小的眼睛，跟着原作者的示例图来画，添加像素到相应的位置，就能实现你自己的微表情管理了。那么动画材质包说完，就该说贴图材质包了。我翻阅了无数的贴图材质包，企图在方块世界里面复刻电影质感，但是先不说我找的有些高分辨率显示材质包需要一笔不菲的费用才能享受到，而且需要的电脑配置，我刚买的新电脑都不太能带得动。而且过于锋利的写实主义在游戏里面只会显得违和感十足，反而让 MC 失去了那份带着稚气的浪漫。所以我想要不取个中间值吧，那就是经典中的经典 Faithful 材质包。我相信很多人都用过它，它像给 MC 带了一副高清的隐形眼镜，让所有熟悉的像素都突然间有了呼吸的毛孔。既然原版 MC 的低像素看着会过于卡通，那么这个材质包刚好可以弥补这一部分，让游戏的画面增添更多细节，但又不失去原来的游戏风格。哦对，记得给之前的 Fresh Animations 下一个 Faithful 的扩展包，保证生物们也能跟上高清的世界。在游戏中，手上的火把困在这2维世界里，没办法像大电影预告片史蒂夫手上的那根闪烁的火把那样子。那可以试试看 Torches Reimagined， 可以获得一个立体且闪烁着火光的火把，拿在手上就如同现实中真的在拿一根火把那样，看着它跳动的火焰，肯定能在黑暗中给自己找到些许的慰藉。接下来的材质包同理，大家是否在好奇灯笼明明是可以放置的 3D 模型，为什么拿来手上作为动态光源时却只能显示2D 的？视觉效果大打折扣。那么 Extended Illumina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让拿在手上的火把和灯笼都可以变成 3D 模型。不过如果你装了刚才说的 Not Enough Animation 模组，举起来的灯笼可能是这个样子的，灯笼不会下垂，有一种死死抓着灯笼的紧绷感。那就下载支持 Not Enough Animation 版本的 Extended Illumina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有了这个，你就成为了一个正式的探险家了。在外探险挖矿时，你就是黑暗中那颗最亮的星。现实中的太阳和月亮是一个立体的球形，
那么在 MC 世界里面，怎么去整那个贴图呢？看着很死板。此时加上 Cubic Stars 材质包，将原版游戏中的平面贴图式的太阳和月亮替换成立方体模型，可以颠覆传统的视觉体验。甚至电影里的月亮都只是一个平面呢，直接让游戏在这一个方面超过大电影。可惜的一点是，并不是所有的光影都能兼容这个材质包，大家酌情安装。我找到的提升视觉体验的材质包呢，基本都介绍完了。接下来呢，是一些图一乐的材质包。如果你真想追求极致还原电影中的某些元素，可以安装这些来玩一玩。比如 Dennis TK's Movie Cube， 他把游戏内的钻石替换成了史蒂夫穿越进 MC 世界的神秘魔方，把它拿在手上，就可以跟别人证明你也是一个穿越者。Movie Accurate Buckets 出自第一个预告片里加里森随手合成出来的锁链筒，材质包作者还非常贴心的做了全套的锁链筒，包含水桶、岩浆桶、奶桶，或者装了一堆鱼的桶。最后就是这个 Movie Sheep 啊，这个材质包就是把羊的风格换成了大电影的风格。好了，材质包讲完，是时候该介绍光影了。当电影用千万束光线雕刻方块世界时，我们的游戏还在用马赛克打光师，所以是时候给 MC 来一场光影革命了。由于遥远地平线改变了世界渲染的规则，有很多光影都无法与它配合。开启它们呢，你就无法看到远方的风景了。所以接下来的介绍，我们只挑选了适配地平线的光影，以达到最佳的画面。叠个甲，我不太懂得评价画面啊，所以我的介绍偏主观。如果大家有更好的选择，或者愿意舍弃遥远地平线，可以在评论区分享自己认为最好的光影。那么我们来赌上显卡的尊严吧。第一个是一个低配光影 ，Make Up Ultra Fast。就如它的名字一样，一个追求最佳质量和性能比的光影，色调偏写实，整体的亮度偏暗，对眼睛敏感的人比较友好。作者自己说没有更改的样子可能会很无聊，但好在它有多种元素都可以自定义，你可以用它来设定自己喜欢的配色方案。接下来是 Complementary Shaders Unbound， 注重细节、质量和顶级优化，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光影之一。不管是光照、亮度还是色调，都恰到好处，对中低配置的电脑也很友好。有趣的是，当你打开光影设置、性能设置，将高级彩色照明关闭，你的手持光源会被环境的光源吸收成一样的颜色，造成一种伪光追的感觉。Solas Shader， 一个奇幻风格光影，用适中的性能成本打造出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在默认的预设下，它的云可以遮挡住阳光，更加真实。而且这个光影在暗处的光照表现出乎意料的好，光源可以检测到自己有没有被其他方块覆盖，可以呈现一个带有指向性的方块光源效果。Bliss Shaders， 难得一见的既写实又梦幻的光影，不需要太高的配置也能有流畅的体验，是 Chocapic 13光影的魔改版。它让我印象最深的特性就是从暗处走到亮处时那个自适应的曝光，真的看得很舒服。以及每当你走到沼泽地形时，这雾是真的大呀。再去下载它时，不要去下载正式版，因为目前放出的正式版都不支持遥远地平线。你需要鼠标往下滑，点击开发版所在的 GitHub 链接，然后点击绿色的 Code 按钮，再点击 Download Zip， 即可下载支持地平线的开发版。下一个是 Iteration T， 是一个画面艳丽的国产写实风格光影，改自 SEUS， 是我认为阳光颜色最像现实的光影。它在各个维度的画面渲染基本都无可挑剔，有分明的明暗，在水下的画面也很美。得益于它的手持光源阴影，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手电筒模式，打开它就跟真的在现实中打开手电筒照射那样子，在黑暗的地方那可真是沉浸感拉满。最后是我认为的王炸 Rethinking Voxels Complementary 系列光影的加强版，是我做动画的御用光影。远距离看着跟 Complementary 光影其实没有区别，但是你一旦把视角拉近，你就会发现惊人的细节。光影所照射出的影子不仅来自于太阳和月亮，还可以来自于任何发光的物体，可以直接拉满沉浸感。虽然它的路径追踪并没有其他光线追踪光影那么的硬核，配置要求也相比略低，但依然对中低配电脑不太友好。目前它还是个测试版本的光影，还需要很多改进，比如你用最低配置的预设，这个效果其实并不是很好。如果你对电脑性能有自信，那你就来试试这个光影，但在日常使用不仔细看的话，其实也看不出什么问题的。好啦，以上就是让 MC 画面媲美大电影的相关资源分享。虽然肯定还是比不上电影的渲染的视觉效果，且我分享的资源也不够全面，但当我们沉浸在游戏世界，享受创造和探索的自由时，那份心跳或许和导演盯着监视器激动的瞬间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既然电影能用特效造梦，那身为玩家的我们
也可以用 MC 大家庭优秀的社区内容来造梦。希望在电影上映时，我们可以一起在电影院里面指着荧幕大喊：“这招我也在 MC 里面玩过哎！”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或者我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不妨点个赞，关注我的频道都是可以的，可以激励我做出更好的视频。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太好玩啦！